有没有那么一刻，你站在某个选择前，心跳得厉害，却怎么也跨不出那一步？不是因为你不想，也不是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是你内心深处有个声音总在拉扯地说：我真的可以吗？万一我不够好怎么办？如果我试了，还是失败呢？你以为你在等待机会，等待时间，等待宇宙安排，但其实宇宙也在等待你。他等的不是你更努力、更优秀、更完善，而是等你真正开始相信自己。相信是所有显化的起点，是你与宇宙之间那条无形的桥。你不需要完美准备，也不需要掌握所有答案，你只需要用频率对宇宙发出一句最深的回应：我相信自己值得，我相信我的渴望是真实的，我相信一切正在为我而来。而当你这样说，整个世界的能量就会开始转动。那不是迷信，不是幻想，而是你终于对齐了内在与外在。你开始从我希望它发生，进入我知道它会发生的震动里。你会发现，有些机会开始出现，有些人开始靠近，有些门开始打开，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出现，而是你过去的怀疑让你看不见他们，而现在的信任让你终于可以接住他们。这世界最奥妙的秘密是，世界不会先相信你，它回应的是你相信什么。你的信念是你现实的起点，你的信任是你命运的设计图。当你怀疑自己，世界就让你看见更多让你怀疑的证据。当你相信自己，世界就开始提供你展开翅膀的风。一切不是先被证明才可以相信，而是你先选择相信，一切才开始展现证明。相信不只是态度，是决定，是一种你对自己的立场，是你对生命的承诺。你告诉自己，我不再用恐惧当作衡量标准，我不再等别人认可我才前进，我不再小心翼翼地活着。你开始把力量交还给你自己。你开始明白，你不是等幸运降临的人，你是幸运本身的创造者。所以当你开始相信，不是世界变了，是你开始对齐你本来就拥有的光。而世界只不过是在你点灯的那一刻，开始照见你真实的样子。从那一刻开始，爱才开始靠近，丰盛才开始流动，机会才开始显现，因为你终于说服了宇宙。我准备好了，我相信我值得，我就是答案。有些时候，你曾在深夜里悄悄问过宇宙，为什么我努力了，却还是这样？为什么我渴望的东西总是那么远？宇宙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你一遍又一遍写下愿望，列出目标，做着各种仪式，对着天，对着星星，对着冥想的寂静，默默祈求。给我一个方向，给我一个答案，给我一点确定。你以为宇宙沉默了？你以为它没有回应你？你以为自己是不是还不够好，不够清晰，不够接近那所谓的灵性门槛？但亲爱的，宇宙从来都在说话，只是你还没准备好听见。不是因为它不再回应，而是因为你的频率还在杂讯里挣扎，还在焦虑、控制、怀疑、比较的能量里震荡。你一边喊着宇宙请回答，一边却还在心里设下一堆条件，要在什么时间，用什么方式，照我想要的样子。但宇宙不是外面的声音，它是你内在那片静默、宁静、宽广的海洋。当你终于肯停下来，不再只用头脑发问，而是用心去感受，不再执着答案要长什么样，而是学会倾听当下的每一份直觉，每一丝能量变化，每一个微妙的指引，你才会知道，
原来宇宙早就回答你了。在你那一刻突如其来的放松里，在你读到某句话时眼眶突然一热的瞬间，在你梦中出现的人影，生活里忽然交错的巧合，甚至是一个你无意间听到的旋律、风声、沉默。宇宙从来不吵闹，它不催促你，它等你准备好，等你愿意放下头脑的追问，回到心的接收。你问宇宙，你在吗？其实你也在问自己，我有真的在吗？你一旦选择放下控制，不再设限答案的模样，你就会开始听见那本来就属于你的讯息，那原本就为你设计的路径，他们会用你能懂的语言回应你，不是人类语言，而是感觉，是共振，是内在的知道。所以，当你再次对宇宙说，请回答，请记得，也是一种决定，我现在愿意听，我现在愿意信，我现在愿意对齐那份安静的力量。那份愿意，是你和宇宙之间最神圣的桥，而穿越这座桥的，是你灵魂真正的渴望，真正的路，真正的方向。你不再只是祈求奇迹，你已经是奇迹本身。宇宙的回应，从来不是未来的某一刻，而是你愿意听见的当下，就在你心里悄悄响起。你是否曾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，无声地问过自己，我是不是真的不够好？你努力了这么久，调整自己，压抑感受，试着变得更好，却还是换不来真正的理解，甚至常常怀疑，是不是自己本身就有什么问题？当别人说你太敏感、太情绪化、太在意、太过头，你就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太多了。当你在关系里一次次付出却还是被忽略，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值得。你把不安藏得很深，把需求压到最小，以为只要变得懂事一点、冷静一点、成熟一点，就会有那么一天，有人看见你，愿意听你说完，愿意理解你的全部。但亲爱的，你不是不够好，你只是太久没被好好的理解。没有人真正听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只好把话说给自己听，但久了，你也不确定自己说的是不是还有价值。你把委屈化成笑容，把疲倦转成理性，你越来越懂得怎么不麻烦别人，却也越来越远离了那个真实、有血有泪的你。理解是一种生命的氧气，当你一直活在缺氧里，你就会开始自我怀疑、自我压抑、自我缩小，甚至觉得是不是这世界根本没为你预留位置。但其实，你的灵魂一直都很清楚，你没做错什么，你也没有哪里不好，只是你曾经把自己放在了不理解你的人面前，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最后干脆不再说话，不再表达，不再期待。你不是不够温柔，你只是没有被温柔对待；你不是不够坚强，你只是没有被允许脆弱；你不是不值得爱，你只是太习惯把爱让给别人，却没学会把自己放在第一顺位。所以，请你别再怪自己了，你不是太难爱，也不是太多情，你只是渴望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真正的接住，而这份渴望并不丢脸，它是你灵魂的光，是你尚未被拥抱的温柔，是你还没来得及长出来的自由。你不需要去证明自己多值得，你只需要学会让自己被听见、被相信、被回应。不是所有人都能懂你，但那并不代表你错了，那只是代表他们还没准备好与你在同一个频率里。真正属于你的共鸣，不需要你压抑，不需要你迎合，更不需要你变成谁的理想模样。它会在你开始相信自己的声音值得被听见的那一刻，悄悄靠近。请你从现在开始，慢慢的、温柔的告诉自己，我没有哪里不好，我只是太久没被懂得。我值得被理解，
就像我一直努力理解他人那样。我可以回来，靠近自己，拥抱自己，然后等那个愿意听我说完的人出现。当你懂得自己不是问题，你会开始改写你对自己的定义，而那一刻起，真正的修复就会悄悄展开。因为最深的理解从来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你终于愿意把心门打开给自己。我们曾以为所谓的成长就是变得强大、稳定、理性、不可撼动，要能自己扛住情绪，不被批评击倒，看起来什么都不缺，什么都不怕。仿佛只有当你无懈可击了，才有资格说自己成熟、成功，配得上幸福。于是我们学会隐藏需求，练习独立，拒绝示弱。我们戴着我很好的面具穿越一段段关系，在内心深处却感到孤单、疲惫，不被真正理解。我们活得像一座坚固的城堡，却没人知道里面早已空无一人。但亲爱的，真正的成长不是让你变得更难靠近，而是让你变得更有能力接住爱。不是成为那个永远不需要别人、不会跌倒、不再脆弱的人，而是成为那个能够在跌倒后仍愿意相信温柔，在痛苦里依然敞开，在恐惧里依然选择信任的人。因为爱从来不是只能在你完美时才配的拥有，爱是愿意在你不完美的时候依然流进你生命的能量。但你要先相信自己值得，你要先放下那份我要先变得更好才可以被爱的条件。真正的成长是你学会了不再用防御来保护自己，而是用理解来接纳自己，是你开始放下过去的自我否定与批判，学会温柔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面向。成长不是让你对爱不屑一顾，而是让你终于有能力辨识什么是真正的爱。不是那些需要你牺牲、委屈、证明的东西，而是那些让你放松、让你安心、让你靠近自己本质的关系。当你越能承受爱，你就越能允许自己被看见。当你越能承受爱，你就不再需要伪装自己去换取存在感。当你越能承受爱，你就越会吸引那些与你灵魂共鸣的人事物，不再需要靠努力去维持，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值得被拥抱。请你记得，不是你变得越坚强才配得被爱，而是你越愿意让爱靠近，你才真正开始变得强大。让心软一点，让眼神温柔一点，让你对自己的对话少一点批判，多一点信任。你会发现，成长不再是变成谁眼中理想的样子，而是越来越靠近自己灵魂的节奏与呼吸。那时候你会明白，原来生命不是为了证明你够好，而是让你体验你本来就值得被爱，完整如是。我们总以为面对黑暗是一种软弱，是情绪的崩坏，生活的低潮，灵魂的跌倒，所以我们逃，我们掩饰，我们用忙碌麻痹一切感受，试着假装没事，装作坚强，说服自己快点好起来。但其实真正让我们精疲力尽的不是黑暗本身，而是我们一再拒绝看见黑暗，承认黑暗，拥抱黑暗的那份挣扎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你一再压下的悲伤、失望、愤怒、孤单，从来没有消失过？它们只是化成你无法解释的焦虑、过度的敏感与世界的疏离感，像幽灵般潜伏在你生命里的每个角落。我们活在一个崇尚正能量的世界里，却因此学会了否认真实。仿佛只有阳光、乐观、积极才配得被看见，而所有黑夜、脆弱、混乱都只能悄悄被藏起来，甚至连自己也开始抗拒感受。但亲爱的，真正的勇敢不是把黑暗赶走，而是你愿意不再逃。你开始学会在夜深人静时，
不再转头逃避内心的声音，而是坐下来，静静地听听他想说什么。你开始明白，情绪不是敌人，它是回家的地图；伤口不是问题，它是连接你灵魂最深渴望的门。你不再用笑容掩盖泪水，不再用理性粉饰破碎，你开始允许自己软弱、崩溃、不确定，甚至讨厌现在的样子。但也正是在那样诚实的当下，你开始靠近真正的自己。因为黑暗从来不是惩罚，它是通往转化的必经之路。你必须先穿越那段我以为我会撑不过去的时刻，才会看见内在那份原来我真的可以的力量。你会发现，黑暗其实只是你灵魂深处的邀请，邀请你放下伪装，放下坚强，放下那些不再需要的保护机制，邀请你脱去过去的自己，重新拾起那个更柔软、更真实、更完整的你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再害怕黑夜，它不会毁了你，它会重塑你，它不会吞噬你，它会淬炼你，它不会让你失去方向，它会带你找到光。而当你愿意走进黑暗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是那道光。这是你灵魂最深的勇敢。我们往往以为转变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启示，是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，是一段关系的结束，是一个念头的闪现，或是某种剧烈的决心。但其实，真正的转变往往是从一个极安静的瞬间开始的。你愿意看见真相的那一刻，也许那个真相并不漂亮，也许它揭开了你多年来不愿承认的匮乏，也许它让你不得不承认自己一直活在恐惧里，也许它颠覆了你对某段关系、某种价值观，甚至你对自己的认知。你以为你没事，但你不敢停下来，是因为一停下，情绪就会涌现。你说你放下了，但你一听见某个名字，还是心跳加快，眼眶酸热。你说你早已不在意，但你还在为了证明自己而过度努力、过度解释、过度逞强。我们花了一辈子在避免看见里打转，因为真相有时太刺眼、太赤裸、太令人不安，而我们早已习惯了麻痹与合理化，甚至连自己都忘了什么才是真实。但亲爱的，真正的疗愈不是从遗忘开始，而是从看见开始。你愿意看见那个一直不被承认的情绪，你愿意看见那段关系里你其实没有那么快乐，你愿意看见那个选择其实不是出于自由，而是出于害怕失去。当你终于愿意对自己说实话的那一刻，你已经开始松开旧有的束缚。你不需要马上改变什么，你只需要诚实，面对你一直回避的自己。那份诚实是一种对灵魂的召唤，是你对宇宙发出的讯号，我准备好，不再逃了。我愿意放下假装，放下坚持那个不是我的样子。而宇宙听得见这样的讯号，它会在你勇敢诚实的那一刻，悄悄启动新的路径、新的能量、新的可能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无法放下的、无法面对的、无法改变的，在你选择看见真相的当下，开始失去它对你的力量。因为黑暗之所以可怕，是因为你还没打开眼睛，一旦你愿意看见，它就会转化。看见不是弱点，是勇气；看见不是结束，是开始；看见不会毁掉你，它会让你终于活出更深的自由。从现在开始，请你温柔地问自己，有什么是真相，而我还不敢承认？有哪个地方我愿意开始诚实了？因为你愿意看见的那一刻，就是你开始转变的那一刻，就是你对生命说我准备好了的那一刻。而你就是那场转变本身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
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